他们明知道什么是对的，但是他们却不走那条路，这就是故意作恶呀。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这期视频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墙内老百姓越来越敢说真话的一些经典案例，甚至反动程度不亚于国外的平台。接下来请看这则影片，看这个男生是在表达什么内容。他妈的，中国就剩下唯一一块净土了，居然还有人想把它弄到手里糟蹋的，真他妈的恶心！呸！你们知道是哪里吗？评论区打出来！他所说的那块净土，其实指的就是台湾。当越来越多人知道两岸真实生活差距以来，就有不少人发表类似，比如华人之光或者最后的希望，还有影片中他所说的净土等词语来描绘台湾。这个影片无论是弹幕还是评论区，都毫无意外的出现台湾这个词，或者是另一个词叫做中国。好的，请看下一则影片，也是在隐喻一些特殊的群体。就这么跟你说吧，这个世界宣传的东西都是利于他们的，不利于你的。他们宣传的东西，看似感觉你觉得很，没什么问题啊，看似很正常，很普通。但是随着时间的拉伸，随着这个时间线的这个延长，对你的人生是有毁灭性的打击和穿透和刺伤的。如果你不信，你可以试试。规则会收割你。这个说的就是中国官方媒体报道的内容，比如说人民日报、央视新闻等等报道的内容，基本都是出于最高层的角度来出发，而不是真实发生在更多普通身上人的事情，而且还带有一定程度上的洗脑教育。所以这个影片的男生就说会对人生有毁灭性的打击和穿透。你看下一则影片也是稍微有一点隐晦的。这个一眼看过去，我以为看错了。这个黄赌毒没有好下场，是黄色的，我感觉一语三关呀。在我看来，我只理解了2层意思，并不知道作者所说的3重意思是什么。第一层意思就是直观意思，相信公安，相信党，赌毒是没有好下场的，这是常规情况下理解的意思。第2层意思则是视觉差，黄色的字体覆盖了赌毒2个字。白天别人看到的黄色字体大概率是会反光而看不到这2个字，映入眼帘的内容则是没有赌毒2个字，反而成了相信公安，相信党，没有好下场等另一重意思。请看下一则影片，这个夫妻俩讲的内容。老公，为什么7点半以后的那几分钟广告特别贵呢？因为能把7点半之前的节目看完的人，你说啥他都信。这位女士提出的7点半之后放的广告费很贵，而7点半之前放的内容则是在中国大陆的 CCTV 各平台，每到北京时间晚上7点就会强行站台一个叫做新闻联播的官方新闻报道节目。有很多新生代的年轻人或者其他海外华人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节目，让我来解释一下。新闻联播就是每天固定在这个时间段播放半个小时的新闻报道，大概会花10分钟来讲中国的美好现状以及各方面成就，然后再花10分钟讲一下国外是有多么的乱，多么危险，还有落后，再花10分钟来夸赞一下中国国家的美好未来。基本上到了如今的2026年，还会看这个节目的基本上只有这几个人群，首先就是基本盘，还有小粉红，然后就是老人和学生这几个群体。作为国家优质资源的基本盘，时常关注这个节目报道的内容是理所当然和顺序其从的。老人就不用说了，从年轻的时候就看到现在了，基本上家里只要还摆有电视的情况下，新闻联播就是他们饭后娱乐的节目。而学生为什么要看呢？因为他们要写作文，而且现在中国的高中更多的是写议论文的作文，需要论据。新闻联播里面放的很多内容，其实都可以作为他们写作的素材，因此可以总结出来，除非别有用处，否则能够花30分钟每天都浪费这个毫无意义的事情上。这个女士的丈夫就会给她解释，看完新闻联播的人在回味无穷之下，会继续看这个昂贵的广告，因此广告主会赚得盆满钵满。再来看这则影片，是关于营学的基础。什么叫逻辑呢？因为我吃不饱，所以没有力气干活，这就叫逻辑。什么叫混蛋逻辑呢？又叫我们自己
经典的论断，是药三分毒。这句话既想卖药，又不想承担责任，于是留下了一个模棱两可的表述，既强调药物的疗效，又提前规避可能的副作用。治好了就是我悬壶济世，治不好就是所谓的是药三分毒。这就是很多人习惯的思维方式，不管对错，先来一句辩证的看问题。这套逻辑听起来高深莫测，实际上不过是一种模糊的话术，把问题往自己有利的方向推。它不是为了寻找真相，而是为了自圆其说。而逻辑学则侧重寻找规律，他们是不屑于这种文字游戏的。比如是药三分毒中的三分到底是怎么来的？所有的药物毒性都是三分吗？具体哪些成分导致的毒性？这些问题的答案才应该真正影响我们判断，而不是一句模棱两可的话术。哲学家维特根斯坦非常反对这种话术，他认为这种话术不能算是哲学，反而是哲学的毒瘤，是哲学的对立面。如果你要问维特根斯坦是谁，他凭什么说这句话？那你肯定不知道他是语言逻辑学的开创者，更是用语言即世界5个字解决了所有哲学难题的天才者。如果你是一个中国大陆人，兴许能够切切实实体会到视频中的人所说的内容，就是社会日常的缩影。无论怎么比，如果是个人的情况下，自己就一定要赢。要是讲到某些国际上的大事，就会把自己带入到中国这个视角，作为中国的一方，那也要赢。比如说提到经济，中国的购买力就是要比发达国家强，军事也要碾压世界所有的国家。综合方面要做到拳打日韩，脚踢欧美。如果同为中国的另一个人提出半点质疑，他就会给你扣上爱国贼和汉奸的帽子。正是往往和这些基本盘讨论事情的时候，他们是不会讲逻辑和客观事实的，只会讲所谓的立场。我还听说中国几千所大学开设这么多个专业里面，甚至没有开设一个叫做逻辑学的专业。这个影片里面的大哥也说出了众多中国年轻人的心声。专家说年轻人躺平对于社会不利，我就想问一下，15年前2010年那个时候我出社会，工资都3000到3500一个月，好像现在他们00后去找工作也是3000到3500一个月，15年了，这工资一毛没涨，还叫别人别躺平，他们在干嘛？15年了，这工资没往上涨，你可不可笑呀？说好听点就是3000到5000，说难听一点就是3000包含五险一金，再说难听一点那就是拿到手一个月2000多。来看这个大爷边切肉边描述的内容。他当官这些年呐，他发现了一个推卸责任最好的方法，就是有了不好的事啊，就对外说临时工干的，这名员工已经被我们给辞退了，是真是假反正也没人核实，也不会摊上什么责任。几年下来，他自己都觉得这句话是真的了，他觉得这坏事都是临时工干的，正式职工绝对干不出来这种事来。这句话他说的年头多了，他自己都把自己给骗得信了。他在外边还包养了几个女人，所以他有1年多没碰自己的老婆了。有一天有一个人向他汇报说你老婆已经怀孕了，他听到后他的脸一下子就被气绿了，就大骂道这是他妈哪个临时工干的。在中国，无论你是为别人办事还是为别人打工，只要你的地位不够高，或者你在某个企业不是这个公司的正式工，而是那些外包、劳务派遣以及临时工，就时时刻刻会面临着背锅的风险，而且随叫随到。我们可能真的要迎来全民觉醒了，因为贯穿我们几十年的谎言终于要结束了。前段时间有句话叫做子迷今醉不待我，地球没了全赖我，也就是这句话兴起了老百姓的反思跟反抗。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不甘心被 PUA 呢？其实原因很简单，我罗列了以下5条。第一，短视频其实本质就是一场文化复兴，把大家的认知到达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以前只要你是专家，你放个屁我们都觉得挺香的，而现在只要出现专家2个字，评论区都是建议专家不要再建议了。第二，以前割韭菜的多如牛毛，你随便捏造一个项目包装一下成功人士，再搞个成功学，轻松就能收割上千万。现在不行了，现在你只要说教别人赚钱，别人第一反应就是想教我赚钱的都是想赚我的钱。第三，喜欢买大牌的越来越少了，被消费主义绑架的人也越来越少了，反而追求经济实用取悦自己的越来越多了。第4个，随着社会内卷，就是为了亲人关系情感价值逐渐贬值，
年轻人意识到所谓的亲戚其实并没有任何的意义，因为全世界的所有走亲戚带来的结果不是攀比就是责怪。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这才是永恒不变的道理。第五，拒绝被 PUA 的人越来越多了。我月薪3000，吃的是拼好饭，开不起空调，你凭什么跟我谈空头支票呢？现在不一样了，老百姓觉醒，不好忽悠了，这就是《道德经》里面所讲的防止道之动，弱者道之用。不尊重天道，总是想着耍小聪明，把老百姓当猴耍的日子一去再也不复返了。我觉得这个大哥说的其实依旧是过于理想化了。只要基本盘依旧占绝大多数，那么距离所谓全民觉醒还是依旧遥遥无期。因为即使是在如今经济下行，而且各行各业、升学、工作都如此内准的情况下，并非不愿意被 PUA， 而是已经对此麻木不仁，并且甘愿吞下这颗苦果的人依旧是非常的多，否则也不会出现上班猝死的情况，而是选择累了就休息，躺平式玩法。还有割韭菜这个东西，在墙外平台对于中国人依旧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了。绝大部分人依旧是正在处于被割韭菜的过程，只是他们没有意识到当前所遭受的是割韭菜。你们知不知道，这么多年已经过去了，他们只做了4件事：造假、造谣、造恶、造孽。不得不说，这个先生所表达的观点已经不能再隐晦了，就差直接念身份证和姓名了。评论区为了迎合他的观点，普遍都只能发出点赞和鲜花。感谢你们的收看，下期影片再见。